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今天想给大家解说一起密室杀人案。剧情开始之前，咱们先来做个测试。大家注意仔细观察视频的画面，人只要集中在一件事上，就会屏蔽掉其他东西。你越是集中精神，就越看不到周围，有时候甚至会错过最重要的东西。真相会根据人各自的角度出现各种各样的答案，但真正发生的事实只有一个。大家看到现在，有没有觉得画面出现了什么奇怪的变化呢？如果你没发现，也别倒回去重看了，跟随偏偏进入今天的密室杀人案。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主角团：秦泽，知名大律师，本剧男2号；阿香，知名大律师秦泽的助手，本剧女主。而咱们的男主小白，只是一个安保公司的普通员工，但却是个密室发烧友，已经协助秦泽和阿香破了很多密室奇案。今天的故事还得从律师秦泽的秘书阿珍说起。阿珍是业界大前辈水城的女儿，作为律师界的泰斗，水城对女儿温柔也严厉，总是提醒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微笑。对女儿喜欢表演的爱好也不是很认同，所以阿珍主演的舞台剧公演了，也不敢告诉父亲，只能和阿香分享。阿香没想到一向低调的阿珍还会演戏，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捧个场。刚好公演那天是休息日，阿香就约上了小白。小白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舞台剧了，但这次的剧名叫《被密室囚禁的男人》，作为密室爱好者，小白当然不能错过。舞台剧开始之前，有一段炫酷的暖场表演，舞蹈演员穿着发光的衣服，在舞台上用木刀搏斗。黑暗中，每个人的配合都很默契。结束前的最后一击，更是迎来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。表演结束之后，演员各自下场回休息室，舞台剧正式拉开帷幕。这部剧讲的是阿珍饰演的女主巧妙利用了岛、悬崖和雪山这种自然地形，制造密室杀人的故事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观众们都被剧情吸引。这时镜头来到后台，舞蹈演员的休息室里多出了一个黑色人影。舞台这边的表演进入尾声，女主杀人的事情败露，后退的时候却撞在了布景上，发出很大的声音。散场之后，阿香还在想刚才撞上布景的那一下究竟是设计好的动作，还是临时的表演事故。不过这种小事只要问一下当事人就可以了。但他们在出口等了很久，阿珍却一直没有出来。两人就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后台。どうしたんですか？みんな揃って。アトさん、薬師寺さんが死んでたんです。え？阿珍切着进了密室杀人案，男朋友阿强还是嫌疑人之一。这个消息让秦泽很头疼，前辈唯一的宝贝女儿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出了事，他可没法交代。为了自保，秦泽硬生生被拖下了水。死者是开场表演的舞蹈演员，在休息室被人用木刀重击身亡。凶器木刀和舞台上使用的道具木刀放在一起，设计的也一模一样。由于死者之前在舞台上有被人重击的动作，秦泽便问：それじゃさ、殴る役のやつが犯人だった可能性が高いじゃないか。それがリナちゃんの彼氏です。ど真ん中じゃ。眼看秦泽准备撒手不管，阿香以退为进，让阿珍主动向父亲坦白。秦泽一想，无论前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，自己肯定都躲不过被问责，就让阿香联系小白开始正式调查。得知除了阿强以外，导演和编剧都参加了暖场表演，阿强就把重心放在了这2个人身上。导演对死者的死似乎并不上心，就像没事人一样安排演员正常排练，还提醒阿香不要耽误他们的表演进度。好在编剧比较和蔼，不仅拿出了剧院的平面图，还积极回答阿香提出的各种问题。剧团有2个休息室，分别在舞台的左侧和右侧。死者是在左侧的休息室被杀的，那边的休息室只有他一个人用。当时暖场表演结束后，舞台剧所有演员都在幕后等着上场，演出的时候也没有换幕，剧团摄像机拍下的画面里也没有人退场，也就是说，舞台上的所有演员都有不在场证明。唯一没有不在场证明的，就只有4位暖场演员，因为散场的时候去场探案，没人看到他们去了哪里。而这4位暖场演员中，死者已经死了，剩下的就只有导演、编剧和阿珍的男朋友阿强。警方排除了外人进入现场的可能。左侧休息室只有1把钥匙，在小卖店的员工手里。暖场结束后，演员进入右侧休息室的顺序分别是阿强、导演和编剧。阿强一进休息室就开始睡觉，导演去休息室换了衣服，就去观众席最后一排看表演去了。编剧回到休息室的时候，阿强已经睡着了。之后编剧就一直在看书，并没有注意周围的情况。也就是说，3人都没有目击者证明，警方也将嫌疑人锁定在了这3个人里。大家也可以在看解说的同时猜一猜，到底谁才是凶手。凶手杀人之后，想从左侧休息室出去，只有2个办法，一个是穿过走廊和小卖部，从大厅离开，但走廊的门上了锁，小卖部还有工作人员，凶手没有钥匙，工作人员也没有看到有人离开大厅。第2个办法则是杀人后横穿整个舞台，从左侧休息室直接到右侧休息室，但当着200名观众的面横穿舞台不被发现，似乎也不可能。既然密室破解不了，那就调查一下杀人动机吧。
阿强因为喜欢表演，通过编剧的介绍进入了剧团，但死者觉得阿强演技太差，不让他登台，编剧只能让阿强作为暖场演员出场。这一做法又遭到了导演和死者的大力反对，三人的关系急剧恶化，阿强也一直被死者欺负。秦泽提出了一个设想，如果表演的时候有演员横穿了舞台，凶手是不是就可以利用相同的动作伪装成影子穿过舞台？但小白看过现场，舞台剧演出的80分钟里并没有演员横穿舞台，因为第二天下午秦泽就要和水城前辈见面，他拜托小白一定要在那之前证明阿强的清白。小白花了很长的时间开始做各种设想。もしかして密室は破れそうですか？この密室は破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。镜头一转来到阿强这边，他发现阿强的包里装着密室相关的书，就问他是不是和小白一样都喜欢密室，可阿强却紧张地否认了，看来是心里藏着事儿。阿强又问导演，难道说这次舞台剧的剧本是阿强写的？导演却告诉他，怎么会呢？剧本嘛，当然是编剧写的。その言葉信じていいんですよね？それは自分で判断してください。私はそんなに簡単に人を信じないけど。阿强想找编剧了解情况，却发现编剧家里没人，给小白打电话才知道编剧居然去了小白那里探讨关于密室的话题。阿强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小白务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探探编剧的口风。小白立马就答应了。あなたは犯人ですか？这么直白的问题，是个正常人都会否认，编剧也不例外。可小白本来对凶手也不感兴趣，他只是喜欢密室而已，所以也没再多问。但是编剧为了转移话题，问起了小白对这次密室舞台剧的看法，还说自己百般考虑后才决定使用心理手法布置密室。要不怎么说言多必失呢？那部舞台剧里设计的密室明明是利用物理现象伪装的手法，编剧却说用的是心理手法，可见剧本压根就不是他写的。而阿强最近也在看密室相关的书，阿强随身携带的那本，阿强前不久也看过，那里面讲的就是利用物理原理制造密室。这么看来，被密室囚禁的男人这个剧本很有可能就是阿强帮编剧代写的。有了这个怀疑，阿强找到阿珍，两人偷看了阿强的电脑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剧本的原稿。眼见事情败露，阿强却坚称代写剧本是出于自愿，在他看来，只要能当上演员，代写剧本也不算什么。但这样一来，编剧的嫌疑就大大增加了。加上编剧就是凶手，所以最后一个谢幕的舞蹈演员，他可以利用整台戏的时间来制造密室。与此同时，舞台上肯定也会发生什么变化。小白突然想起阿珍在表演的时候撞上过布景，原来阿珍也不知道布景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位置。之前排练的时候那一块是空的，他还以为是工作人员一直大意放错了地方。秦在这边已经到了和前辈水城约定的时间，不巧的是水城来之前还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客户，整个人都有点暴躁，吓得秦泽大气都不敢出。所幸心情不好的水城早早离开，没有问起阿珍的情况。但第二天水城还要再来一趟，求生欲爆表的秦泽催促阿强和小白赶紧破解密室。和秦泽通完电话，阿强看到了导演，他之前已经知道剧本是阿强写的，还留下了名片，让导演有什么情况可以联系自己。剧院这边大家都在抓紧时间排练，小白看到编剧练习的舞蹈动作很特别，就问他那个动作可以保持多久。编剧有些警惕地说最多20-30分钟，但从他的反应来看，明显就是在撒谎。警方带走了嫌疑人阿强，这意味着警方已经认定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。导演找到阿香，希望他可以说服编剧去自首。与此同时，小白也终于通过观看录像解开了密室，加上刚从警局出来的秦泽，三人同时赶往剧场。鬼塚さん。紧要关头，小白和秦泽赶到，指出编剧就是杀死死者的凶手。那天表演结束之后，编剧去左边的休息室用木刀杀死了死者，然后躲在布景后横穿舞台离开了现场。有人可能会好奇，当着200名观众的面横穿舞台，怎么可能不被发现呢？这是因为人的眼睛是无法识别速度极慢的移动的。ここでオープニングの映像を振り返ってみましょう。人間の脳は例えば一つのものに集中して見ていると、背景などで起きた変化を見落としたり、事前に映像の一部が劇的に変わると教えてもらっていても、簡単には識別できないんです。小白拿出当时的录像，录像中显示有一个布景以极慢的速度横穿了整个舞台，速度慢到只有快进录像才能注意到。根据编剧提供的剧院平面图，舞台一共长10米，舞台剧的表演时间是80分钟。如果80分钟移动10米，时速则为7.5米，即秒速2毫米。如此慢速移动的布景，从观众席上是无法注意到的，但是也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演员才有体力能做到。
因为观众根本不会想到有这种事发生，所以即使发现布景位置有变动，也只会认为是自己的错觉。编剧就是利用这一点，成功逃出了案发现场。当阿珍撞上布景的时候，编剧已经到达右侧的休息室了。虽然编剧杀人这件事没有疑问，但因为杀人凶器是混乱道具中的，谁也不能确定死者的死是谋杀还是意外。编剧也坚持自己对死者没有杀意，只是在陪他训练的时候拿错木刀导致了意外。然而小白却指出这并不是意外，因为地上有很多拖拽布景留下的痕迹，意味着编剧在杀人之前已经进行了多次练习，所以一定是有预谋犯罪。编剧见小白发现了证据，又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杀人动机，但阿强已经从导演那里得知了死者和编剧之间的恩怨，死者发现了阿强给编剧当枪手的事，而且写的这个剧本还获了大奖，于是威胁编剧，甚至勒索他。编剧无可奈何，才会选择杀人灭口。说来也是讽刺，编剧可以在杀死死者时布置如此精妙的密室，却没能写出广受好评的密室剧本，甚至还为了一个剧本葬送了自己的编剧生涯。案的圆满解决后，齐子也终于有底气和往常一样向水城汇报阿珍的情况。经过这次的事件，阿珍终于向父亲坦白了自己还在演戏的事。然而水城却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大发雷霆，而是尊重阿珍的决定，还让女儿抽空把男朋友带回家看看。芹沢さん行ったんですか？まあまあまあ。チラシ届きました？畠山さんが演出する舞台に井岡さんが出演するんですって。一緒に行きませんか？あれ榎本さん、ちょっと聞いてます？榎本さん。以上这个故事出自日剧《上组的房间》第6集。《上组的房间》是日本富士电视台出品的11集悬疑电视剧，因为是一部单元剧，所以每集都会讲述一个关于密室杀人的精彩故事，节奏明快，案情曲折，充满了悬念和翻转，甚至一度让偏偏找回了童年追柯南时的快感。剧中的密室更是一个比一个厉害，高智商凶手不断刷新难度，冲击观众的认知。有的凶手隔着门窗就能用保龄球杀人，有的凶手杀人之后会当着目击者的面锁上房门完成密室，而当时的目击者距离凶手还不到20公分的距离，并且全程盯着凶手的一举一动，最后甚至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凶手完成密室的帮凶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凶手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想看更多密室解密过程，强烈推荐大家追一下这部日剧，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，一口气看完整部《上组的房间》11集。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精彩的推理剧想听片片解说，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成为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成为频道中1%的审片人，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，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。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。